Hello， 大家好，我是 AJ。这期节目是为了让各位观赏《艾尔梅罗二世事件簿》时有更好的体验。由于本作对魔术世界的描述细节上与许多行月作品及设定相关，就算是将 Fate 系列所有动画都看过的朋友，可能也还不是那么熟悉。这次我们就以基础的背景知识和魔眼搜集列车相关设定为主。另外，看二世事件簿前，建议最少要看过 Fate Zero 再来看。我们先从故事的舞台魔术协会时钟塔开始说起。魔术协会是魔术师为了管理和发展魔术建立的研究组织，而魔术可以说是操作神秘的技术。行月世界中，神秘是从根源流出的特别力量，但这种力量是有限的。越多人使用同一种神秘，每个人能分到的力量就越少。所以和科技产物不同，并不适合普及化。而且若是人们对神秘失去了憧憬，魔术的运作也会受到影响。最好保持在神话与传说普及，世人对神秘保持崇拜，但又不会随便踏入的程度。所以适当的隐蔽神秘，以防止力量流失，也是协会成立的宗旨。协会现今分成3大部门，分别是位于英国伦敦的总部时钟塔，位于埃及的亚特拉斯山，以炼金术为中心的魔术兵器仓库亚特拉斯院，和位于北大西洋的移动山脉，固守神奈魔术和专精人体改造的彷徨海。现代提起协会时，主要指时钟塔这体系，这是因为后两者的方针极为封闭，彼此对魔术的观点也有所分歧，因此极少对外联系。而事件部主要剧情围绕的时钟塔，可以先简单理解为行月版的霍格华兹，不同的是它并非设在偏远无人之处，而是巧妙地藏身于市街。时钟塔创立于西元元年，集合西欧近90%的魔术师，成为现代魔术世界的中心，由伦敦大英博物馆地底的本部和郊区的数个学术都市所组成，类似牛津的都市大学形式，混合着中世纪和现代建筑的商业城镇。而组织将神秘学分成12个领域，各学部拥有独立的实权自治区，甚至可以私设兵力。现在由12个魔术名门的家主担任最高管理者君主。进入时钟塔的新生一般会先学习全体基础约5年，内容含魔术的共通常识、地脉、大圆学，再进入各自家族的学部，或是横跨能够完善自己魔术的学部，运作起来就像大学时选择主修和辅修。此外还设有第13个特殊学部法政，这是个和追求神秘无关的私管科。一般大学不是都有资讯管理系、企业管理系之类的科系吗？法政科简单来讲就是魔术管理系，是为了组织的发展而存在的监视部门。他们掌管着协会的营运方针，保全魔术世界，管理魔术师，协调与社会的接触，对外利用魔术和权力介入社会来隐蔽神秘，对内调整各派系间的均衡。法政科也可以代表协会对魔术师进行裁决和肃清，属于管理魔术师的魔术师。因此许多魔术师听到此名号就脸色大变，大多数的君主家系也会将继承人送去那里学习帝王学，顺便打好关系。对时钟塔有了基本的认识后，接着来聊聊我们的主角韦伯·维尔维特，也就是后来的艾尔梅罗二世。他是家族中的第3代魔术师，初代的祖母只是某位魔术师的情妇，顺势习得了魔术的基础。2代的母亲仅是基于珍惜母亲重要的回忆而继承。认真研究魔术是从韦伯这代才开始的。他怀抱着对魔术的憧憬，散尽家产来到时钟塔后，却体验到了各种高墙。身世背景几乎决定了个人能力的优劣，在魔术世界这是种普遍的认知。因为追求根源并非一代可及的成就，魔术师会以一子相传的形式，将毕生的研究结晶以魔术刻印传承。这种固定化的神秘是个具体化的家族历史，越是累积就越完整和强大。加上魔术师为了让子孙的资质更好，会尽可能做协同改良。传承数代后，魔术名门和凡庸家族之间的差距也就越来越大。年轻的韦伯对这个道理还没有真正体悟，他认为在魔术世界中，先天的差异可以用经验和技术来弥补。为了弹劾这个体制而写的论文遭到导师肯尼斯羞辱后，想证明自己的他趁机偷走了本来该交到导师手上的圣遗物。之后的故事看过 Fate Zero 的各位应该都知道了，韦伯参加了东木的第4次圣杯战争，最后很好运的全身而退。这其实是因为2世的设定比 Fate Zero 还早，才有蘑菇的历史之壁护体，不然在老虚原本的构想里也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啊。另外本传 Fate Stay Night 提过，魏公切嗣曾干过炸毁大楼、人质
势、威胁等手段，而这些在前传总要有人扛，只是没想到会全扔给同一个人。坑主任，你真的死得好惨呐！事件结束后，受到洗礼的韦伯决定追随征服王的足迹到世界各处旅行。应该会有人疑惑，韦伯为何没有第一时间被肯尼斯的亲属追杀呢？因为肯尼斯死亡造成的问题很多，协会和艾尔梅罗家系都在忙着善后。君主死亡加上魔术刻印被严重破坏，只能回收一成，使得家系瞬间失势。本家累积的资产就这样被敌对派系和内部的分家给分食殆尽，只留下家名和大笔的负债。最后家主的席位就落到底层的分家雅奇索特的莱尼斯身上。理由只是与源流刻印契合率特别高罢了，没人看好他今后的发展。前面有提到，刻印是魔术师家族的结晶，一个家系最初的刻印被称作源流刻印，由本家持有，是拿幻想种或魔术礼装的碎片埋入身体，慢慢转化成对应血统的器官。受到神秘不该分散的观念影响，比起制作新刻印，会选择使传承更完善。由于工程复杂，现今的魔术师家族很少从零开始打造，多半会找强大的家系加盟成分家，换取源流刻印的一小部分分株，再培养成自己的刻印，这也是种扩张家系势力的交易。回归主题，韦伯重回时钟塔后，设法继承了要被废弃的阿尔梅罗教室，并当上3级讲师，并以简单易懂的实践性授课，在现代魔术科迅速崭露头角，奇迹般将教室维持了3年之久。这时感到兴趣的莱尼斯绑架了韦伯，调查过圣杯战争的他判断肯尼斯的死亡难以避免，但还是借机提出了几个要求，分别是偿还艾尔梅罗的债务，据说金额大约是一部好莱坞大片的制作费，和修复艾尔梅罗的源流刻印，至少需要3代的时间。这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没想到韦伯居然全数答应了，连莱尼斯都吐槽他根本脑袋有问题，再接着又追加了在自己成年前代理艾尔梅罗的君主和当自己的家庭教师这2项。韦伯愿意接下全部的单子，只要求名号必须加上2世，因为他认为自己远远不如肯尼斯，不配与他并肩。于是韦伯正式成为君主艾尔梅罗2世，从此被这个小恶魔萝莉绑死在身边，真香。顺带一提，韦伯召唤征服王参战，肯尼斯死亡，韦伯生还成为艾尔梅罗2世，在行月多数作品中几乎是世界线收束般必定发生的事件。再说一次，肯主任，你真的死得好惨呐！看到现在，想必觉得时钟塔争乱充满各种宫斗剧。这些魔术师间的权力斗争，在时钟塔依学部的方针又分成3大派系：重视血统的贵族主义派，重视才能的民主主义派，研究以外都随便的中立派。而巴瑟梅罗、特兰贝里奥、巴鲁耶雷塔并称时钟塔的3大贵族，其中贵族主义派的代表巴瑟梅罗，除了是法政科的君主外，权力也是位于时钟塔顶点的家系。因此，艾尔梅罗虽然管理的现代魔术科偏向民主主义派，但表面上必须维持和肯尼斯在世时所属相同的贵族主义派。这种夹在中间的政治立场，也是韦伯经常胃痛的原因之一。看到这里，应该有人注意到12君主和13学部数量的对应问题。由于现代魔术科成立最晚，初期也标榜不依靠名门，没有设立君主。直到阿尔梅罗失势，原先执掌的矿石科被梅雅斯提亚夺走，现代魔术科才因故获得了君主。那么韦伯执掌的现代魔术科到底在教些什么呢？为什么他的教室充满了千奇百怪的年轻魔术师？在20世纪初建立的现代魔术科，是以会诊近100年的魔术时期更便于运用为宗旨，比起纯研究，更偏向以应用来弥补经验及家系上的不足，教学方式也更加现代化，也是没有家世背景的韦伯最有机会一展长才的舞台。在时钟塔，这些顺应现代社会的魔术师被称为新世代，他们的崛起不但带动学术都市的再次兴盛，也打破了时钟塔大门仅为累积了5个世代的家系打开这个惯例。不过对那些名门而言，新世代不过是推动时钟塔经济的劳动力罢了，没有改变他们对魔术的观念。至于未来，就看韦伯与新世代的努力了。在看完组织之后，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魔术师的个人分级，也就是阶位。就像是授予学位一样，时钟塔会以此对魔术师的实力和贡献进行评价。阶位由高到低分别如下：冠位虽然是最高评价，现在却几乎是虚设，因为原则上你必须要有令那些魔术名门哑口无言的压倒性成就。代表人物为常在各行月作品串场的苍崎橙子，他主要的攻击有2项：在构筑魔术基盘已经衰退的卢恩符文，使其系统复苏；在神秘已被解析的人体仿造魔术上有规格外的成果，也就是使2种衰退的魔术于现代再生。这些都是魔术界的伟业。
色位算是实质的最高阶位，大部分的君主都止步于此。取得的魔术师通常会被赋予一个色彩作为称号，但同样颜色并不限于一人使用，最高位为3原色的赤青黄。再来是混色的橙紫绿黑，我知道你一定想到伤痛之我是说酸痛鸡翅。代表人物为 Fate Zero 的肯尼斯，他在魔术的造诣被公认为天才，只是很可惜在圣杯战争遇到了天敌，韦伯认清事实后也对他相当尊敬，对于损失如此的才能感到悲伤。继位则是和魔术实力没有正相关，是以附带特殊条件用来授予特殊技能或时机的名誉阶位。埃尔梅罗2世是以教学成就取得继位，他的魔术能力根据莱尼斯的评价约在开位最下段，实践能力不高，可是作为研究者的观察力有过人的才能，对魔术知识和本质有深刻理解，擅长解析他人的魔术原理。很讽刺的是，他热爱着魔术，但解析神秘的天分却会破坏魔术的力量。同时，他也很能看出学生的才能，并指导正确的学习方向，简直就像活生生的高级分类帽。门下的学生也大多能取得点位以上的成就。简单来说，就是不适合当选手，但能成为非常优秀的教练。至于 FGO 中破完第一步主线，我们立下拯救人里的伟大功绩，却只拿到了开位。推测上是基于藤丸丽香并非正规魔术师才颁发此阶位，但还是有一种被协会随便敷衍一下的感觉。最后的部分，既然是魔眼搜集列车篇，当然要来提一下魔眼。星月的魔眼可以对视线范围内的对象施加魔术，强力的魔眼在魔术世界被当成了一流魔术师的证明，也是派系间的斗争筹码。这种眼睛是半独立的魔术回路，可看作不需要血缘对应的特殊魔术刻印，有的甚至能自行生成魔力和术式，不具备魔术回路的一般人也有可能使用。魔眼可分为与生俱来和魔术加工2种。人工的魔眼除了以宝石加工制作的高级品以外，通常只有暗示、魅惑这类不上不下的能力。强力的魔眼大多是与生俱来，并有着特殊的干预能力。祝福、强制、契约、延烧、幻觉、厄运，像这几种魔眼拥有介入他人命运的特权，被协会称为 Noble Color。不过魔眼并非魔术师独有的能力，在其他组织眼中自然会有另一套分类观点。此外，魔眼也有等级，一般以颜色区分，通常是发着红光或绿光。像莱尼斯就拥有接触到魔力就会转化为艳色的魔眼，由于无法自行关闭，在公共场合会用眼药水来隐藏。而 Noble Color 中最上位的3种颜色为黄金、宝石、红。黄金以上往往具备现代已失传的大魔术，常存在于强力吸血种的身上。宝石或红可能都带有魔术无法再现的神秘，类似神灵行使的全能。大家熟悉的 Rider 梅杜莎，她的石化魔眼就是宝石级。2次事件部的魔眼搜集列车篇正是围绕在协会、魔术、魔眼的故事。相对于以往 Fate 系列的从者对战，更着重在神秘感浓厚的魔术世界，同时也补完了许多关于时钟塔的描写。有兴趣的观众可以继续看下去。最后再强调一下，事件部的时间点发生在 Fate Zero 和 Fate Stay Night 之间，并且与 Fate Stay Night 同样历史发展。如同之前节目提过的，没有发生人里烧却，因此在 FGO 出现的孔明司马懿和事件部的2世莱尼斯完全无关。单纯是用来卖角色而已，玩梗不要过头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特别感谢 Shadowblade 隐刃担任本期节目的 Fate 设定监修，以及 Shosky77校月 Typer Mercury 铁血的特别协助。想看到更多 Fate 系列相关节目，请订阅我的频道。我是 AJ， 我们下期再见。